好。进来吧。我暴露了。这是意料之中的事。马上离开他。你要知道，这个刘克豪啊，是一个忠实的共党分子。别说你现在是他的未婚妻，你就是他的正式太太。有一天他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他一样会抓你，绝不会手软的。可是我不能走。我就知道你还是舍不得他。你要记着，干我们这一行，感情那是最危险的奢侈品。别再抱有幻想，马上离开他。这是你的新身份，从此以后你就是他了。马上消失。老彭同志，有什么线索吗？暂时还没有。再仔细一点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他在这儿住了那么久，不可能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。是，柯浩同志，没想到啊，摩羯星就在你身边。彭志良同志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王强同志，老彭同志，这件事情我难辞其咎，我请求组织上处理我。现在还不是讨论处理你的时候，错误既然犯了，就应该想办法补救。打起精神来！搞敌特工作的，相互渗透是常事嘛。他现在失去了敌侦处的身份，不会再造成什么威胁了。万幸的是，在他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前，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。不过，下一步敌侦处的工作安排，必须及时向上级汇报，没我的批准，不得擅自行动。这是上级的决定。是。同志们，临近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，在这里我就不详细介绍了。今天我主要说一说下一步的工作重点。最近一个时期，朝鲜战场上是捷报频传，志愿军将士不仅已经跨过了鸭绿江，甚至已经打过了汉江。在座的都是年轻人，想必早已是热血沸腾，恨不得立刻动身投入到这场伟大的反帝反侵略的战争中去。
就和当年的我一样啊。看到同志们在正面战场上痛击国民党反动派，而自己呢，却只能在敌人内部整天和身边的牛鬼蛇神打交道，心里呀，真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。但是很快我就认识到，革命是有分工的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就是对党、对人民最大的贡献。现在我们市政府的当务之急，就是要尽快肃清潜伏在沈阳城内的敌特分子。不夸张的讲啊，现在就是我们敌侦处和敌特势力决战的时刻。大家有没有信心打赢这场战争？有。好，大家信心十足。但是光有热情是不够的。这场反敌特的战争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我们只是配角，真正的主角是人民，是群众。过去的国民党军统有美国的支持，有最先进的设备，在全国各地遍布数万特务。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败在我们手里？就是因为人民，只有人民才有这么大的力量。前一段时间，我们对沈阳城内的居民进行了广泛的户籍登记，但是这还不够。从明天起，我们要通过基层组织，依靠际步群众，进行再筛选、再排查，特别是要好好查一查那些社会背景复杂的外乡人。同志们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使命，就是要把沈阳城变得玻璃般透明、水晶般纯洁，让敌特分子踏上这块土地后就寸步难行。好，谢谢您，有空。你好，大姐，我是公安局的，这是我证件。我们做个人口普查啊，你配合我们一下，好吧？你好，我们是公安局的，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接到无业人员的情况。哎，好。老刘，这是从临近宿舍搜到的。马上派人24小时监视这儿。好。麻烦你接彭仲良同志办公室。好的。喂，董书记。啊，克豪同志，有什么情况啊？根据我们的暗查，
我们发现，在杨姑胡同的接头地点发现可疑人物，根据我的判断，应该是徐云初，所以我建议马上行动，对他实施抓捕。徐云初可能有枪，或许会反抗。市政府不希望在刚刚稳定下来的城市里面造成新的恐慌。我们可以以社会调查的名义抓捕他。好吧，我同意，马上行动。是。不行，输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哎，棋子不够过的，输他就输把嘛。小你来硬，大不了再摆一盘，摆上。哎，该我了吧？我可是排着队了。大哥，轮也轮不到你，人家老徐都还没说话了。老徐又不会下棋，他不会下，现在看我们先看都看会了。老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哪会这玩意儿的？这扯！那老徐你来。不行，你玩吧。哎呀，输赢无所谓，我让你一炮一局。哎呀，大哥干啥呢？我又不输，我真不会这玩意儿。哎，你别说，人家老路头还不认识字儿，一般36张麻将，人家闭着眼睛都认识。哎呀，来吧，身上了，身行，你们快玩，快玩吧，去吧，去吧。来。哎，大爷，咱们搞一个社会登记，你也得去呀。你说我也不识字，登啥记？不用签字，摁个手印就行啊。摁手就行啊。哎。那就走呗。行。咋来着？啊，过来吧啊。好，再见，大爷。这老婆咔嚓眼的也不识文断字，签啥呀？没事，大爷，摁个手印就行。摁手印啊？摁呐。大爷您摁这儿就行。搞这个按呢？对。我不识字。终于见面了。我正式宣布，沈阳地区第一特头子徐云初已经被我们正式抓获了。接下来我们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，回去干活。好。接下来的工作一定要注意保密，好，把所有的程序要做得严谨一些。明白。李柱同志，请坐。坐吧。这么认真，门都忘记关了。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这盘棋你已经摆了好几次了。这是解放前我和徐云初没有下完的一盘棋。可惜我不懂，要是懂的话，可以给你当个参谋。这盘棋的胜负。分出没分出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和他之间已经分出来了。刘克豪同志，我代表沈阳市政府向你表达祝贺。
但是别骄傲。这份功劳还有咱们的广大基层干部，要是没有依靠他们，就不可能把社会排查工作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，徐云初就不可能困守一处。总之，首长已经亲自传达了指示，对你的嘉奖很快就会下来。抓住徐云初只是工作的开始，接下来还有很漫长的审问和被审问的斗争。说说看，下面打算怎么走？先关他几天，耗一耗他。另外，我还要等2个人。这方面你是能手，所以对他的审问由你全权负责。一有什么消息，马上通知我。好。但是我对整个事件还是有些疑虑。怎么，觉得太顺利了？林静怎么会留下这么明显的线索呢？但是徐云初已经住进了监狱，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。你是不是有点太多顾虑了？但愿吧。好，不打扰你了，我还得去城市政府，领导们还要听我汇报呢。来，我来。拿哪个？纸盒。哦，好。以后这种事儿啊，你喊我就行了。谢谢。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？没有啊。我看你最近老是心神不宁的，要是有事儿，你告诉我，我帮你想办法。怎么会呢？我自己有工作可以养活自己，哪来那么多烦心的事儿啊？没有那就最好了。对了，要不下班后我们去参加游园会吧？下班后我赶着回家。这毛主席都说了，这青年人呀要走出家门，多接触社会。你怎么一下班就回家呀？我不喜欢热闹，一个人待在家里舒服。那好吧，要不我们去街道走走吧？去那儿干嘛？那里有位志愿军设的监管点，为国家出钱，我们青年人那可不能落后啊！就你这点薪水，国家还看不上呢。你这观点可就不对了，这大海也是水汇成的呀。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，那一滴水不愿倒出来的话，那也就没有大海了。街上我就不去了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捐多少我捐多少。只是今天我没带钱，你先帮我垫上，明天我还给你。不是，我不是强迫你去捐款，只是志愿军在前线流血，我们身处大后方的青年人，勒紧裤腰带也是应该的。我明白。我现在就恨呀，志愿军人武部当初怎么就不收下我？你又没瘸又没病的，干嘛不收你啊？这都怪我不好。第一次招兵的时候，我还没从高中毕业，等我一毕业，他们志愿军的要求又上去了。如果连你都不收的话，那估计就没几个人剩下了。啊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现在每天人武部门前都排着不下几百米的长队，这选个志愿军呀，比挑女婿还难呢。时间到了，我该下班了，帮我把这扎上，嗯，记得帮我卷起来。这下班了。小伙子，我的菜，赔钱！快赔给我钱！我赔。不够，再来点，够了吧？
你上哪去啊？我有点急事儿，有什么事儿找侯刚商量。哎，你是不是去找徐云初？不该问的不要问，不懂吗？我凭啥不能问啊？抓他我也有功劳，我跟你一块去。你去干嘛？我去跟他叙叙旧。王艳香，你是个军人呐，军人是有纪律的，不懂吗？哎，那你别忘了问他林静的下落，他肯定知道林静在哪儿。小恒，身手不错呀。你也不差嘛。你知道有人在跟踪你吗？你说呢？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甩灯？我只是个普通的药店售货员，反跟踪的技术不能乱用。他要跟就让他跟吧，反正也发现不了什么秘密。梅娇，总之这个愣头青你一定要除掉他。别动不动就杀人，对我们潜伏没有好处。你动不了手，我可以代劳。我警告你，离他远点。看不出来什么时候变口味了，喜欢毛头小伙了。这样，我可以制造成一场意外，保证牵扯不到你。马天成，我们潜伏是为了颠覆共产党，而不是乱杀老百姓。你别走火入魔了。我正要告诉你，你也别误入歧途。裴静，咱们走向这行，只能上不能下，你不要抱任何幻想。好吧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否则我就回去了。哦，01计划的布局已经设定完成，接下来你不用和老舅联系了。为什么？他出了趟差，一时半会儿回不到沈阳了。那我该跟谁联络？接下来由我负责和你联络。我怎么找你？老样子，我会找你。这次徐云初落网，是敌侦处的同志立的头功。我们部队刑侦处从来都是打硬仗、抢头功的，能让地方上的同志比下去吗？不能。这些日子，我们对沈阳市进行了2次地毯式的社会排查，所有未婚女青年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在反敌特工作上，我们还是新兵，没有经验，不懂技巧，但是勤能补拙。我们就用这最有效也是最简单的办法，对沈阳市所有符合年龄的未婚女青年再进行1次大排查。是。漏网的特务不会闲着，他们一定还会有所行动。我们每个人负责一片区域，跟街道治保积极分子紧密配合，不管林静堂在哪儿，一定尽快把他给我挖出来。是。老刘，徐云初招没招？这是你该问的吗？行，我也不稀罕知道。刘克豪同志，我们找着林静了。他在哪儿？这是你该问的吗？我们不是一个系统的。这徐云初不招，我就不信林静也不招。不能轻易动他。抓林静很容易，你把他一抓，线索就断了。你又想搞放长线钓大鱼那套？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是最有效的。这样，你派人24小时监视他，大鱼不出现，不许动他。哎，你凭啥给我下命令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现在可不是上下级的关系。我们同志辛苦了1个多星期，几乎把城里所有的未婚女青年都查了一遍，这好不容易把林静揪出来，啊，你不让我们去抓，那不行。我会通知你的上级的。不会因为她是你的未婚妻吧？王一江同志，
请你注意你的言行，我们在谈论严肃的工作问题。行，那啥时候能抓？反正必须由我们去抓。我会通知你的，没人跟你抢功。多大点功劳啊！我才不稀罕呢，我就是要亲手把他抓住。还有事儿吗？我走了。吵什么？放风时间还没到。同志，请你找你们最高首长来，跟他说徐云初要揭发。好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去叫领导。处长，不好了！刘克豪同志，你必须跟他们走一趟。去哪儿啊？你被隔离审查了，为什么？现在把枪和证件交出来。能给我个解释吗？会给你解释的，但是你必须无条件跟他们走。我去把工作交接一下。不用了，我们会替你安排的。把他带走。同志们，
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刘克豪的问题。刘克豪同志，徐英初已经全盘交代了。从他的交代材料上看，你就是潜伏在党内的摩羯星。现在还不知道他所交代的是否是事实，但是市政府决定将你暂时进行隔离审查。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，把你潜伏在沈阳2年期间内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写在交代材料上。你回去好好想一想。请大家安静一下。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心里都在犯嘀咕：一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人，怎么会有问题呢？和大家一样，事情刚刚发现的时候，我也无法接受。但是面对种种事实，我慢慢的从不信变成怀疑，直到现在不得不信。首先，从解放前说起。当时刘克豪同志的身份大家都略知一二，在这里我就不详细介绍了。可是那2年他都做过些什么，恐怕大家就不十分清楚了。他曾经贩过毒。当年刘克豪和沈阳城防司令赵崇光同流合污，利用军舰偷运大麻、鸦片、洋酒等违禁物资，大揽不义之财。这是赵崇光旧部数名被捕军官写下的交代材料。关于这件事，我要说明一点：当年刘克豪同志为了取得赵崇光的信任，想尽了各种办法。我想，这很可能是其中的一种。你凭什么证明？关于这件事，当年他向上级，也就是你，做过说明和汇报？没有。那就无法证明。要知道，贩毒这种事，党组织曾经3令5申必须慎重，事先事后必须上报组织。可是刘克豪为什么没有这么做？是不是被国民党迷醉的生活所腐蚀，爱上了金钱美女，想大赚一笔？彭忠良同志，你说这话未免太过激了。我觉得这事还需要细细查证。那我再说其他的。当年毛人凤曾经来过沈阳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毛人凤是认识乔天朝的，也就是刘克豪假扮的对象。但是当年毛人凤在机场看到刘克豪时，不但没有指出他是假扮的，反而和他热情有加。这是为什么？彭忠良同志，你说这话就有问题了。我觉得这恰恰证明了刘克豪同志的机智和出众的工作能力。如果当年他被毛人凤戳穿了，这事反而大好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仅仅是表示怀疑。大家看，这是前不久在香港弥敦道3349号查获的一封密信，信是毛人凤亲笔写的，收件人是刘克豪。香港弥敦道3349号信箱是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构的隐蔽点。其实，我们早就对刘克豪产生怀疑并进行调查，但是一开始
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直到发现了这封信。从鲁宁被俘开始，我便掉进了徐银初设下的圈套，目的便是证明我就是魔界星。难道他想和我同归于尽吗？不，绝不可能。这不是徐银初的风格，亦或是他还留有什么后手？真正的魔界星会是谁呢？堂堂的国民党保密局局长，为什么要给刘克豪写信？联想到当年机场的那一幕，是不是可以证明刘克豪和毛人凤早就暗地勾结？仅仅凭借敌人的一封信，我们就开始对自己的同志产生怀疑，这未免也太可笑了吧？李璐同志，我现在仅仅是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介绍刘克豪身上存在的种种疑点，我可没有下结论，而且这个结论也不该由我来下。好。我再接着往下说。林静的事大家都很清楚，她曾经是刘克豪的未婚妻，同时她也是一个敌特。李璐同志，在座的所有人里，你对刘克豪是最了解的。我问你，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有没有感情？有。那我再问你，是从解放前开始，还是从解放后？李璐同志，请你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为在座的大家回答这个问题。解放前。好，各位，从解放前开始，刘克豪就已经喜欢上了林静，而当时的林静也喜欢刘克豪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。当年刘克豪入狱，林静为了救他，曾现身赵崇光。大家好好想一想，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牺牲啊！这表明，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早就非比寻常。作为一名潜伏人员，和敌人发生这种关系，这符合纪律吗？不符合。但是我想，你不用解释，要解释也得刘克豪亲自解释。今天，我们只是把种种疑点罗列出来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林静的问题上。解放后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，林静的身份已经被揭穿。但是有一件事，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吧？前几天，市政府召开紧急安保会议之前，一辆汽车被炸，1名战士牺牲，可刘克豪竟在关键时刻不在场。他当时打了一个电话，对，就是这个电话救了他的命，而打电话的人正是林静。这是电话公司的记录。林静救了刘克豪的命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刘克豪可是他们的死敌呀！好，我们再回到林静的问题上。解放后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，林静的身份已经被揭穿。但是有一件事，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吧？前几天，市政府召开紧急安保会议之前，
一辆汽车被炸，1名战士牺牲，可刘克豪竟在关键时刻不在场。他当时打了一个电话，对，就是这个电话救了他的命，而打电话的人正是林静。这是电话公司的记录。林静救了刘克豪的命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刘克豪可是他们的死敌呀！不过后来，这刘克豪在邝书记出行之时，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救了邝书记，这不像是叛徒所为呀。这正是我想说的问题。这同样是一个疑点呢。刘克豪是怎么会知道当时的菜市场里有枪手，又怎么在千钧一发之际挡住射来的子弹？大家都知道，当时开枪的正是林静。会不会刘克豪事先便已经知道何时何地何方会有子弹射来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整个事件便是他们两个联手设计出来的苦肉计。大家好好想一想，今天是讨论会，有什么问题尽管说出来。刘克豪履历功勋，他是叛徒，恐怕会在干部中引起不小的骚动了。这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。如果他真是叛徒，难道为了稳定，我们就听之任之吗？罗忠良同志刚才说的非常详细啊，非常清楚。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呀，刘克豪有非常重大的嫌疑。我宣布维持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，直到把事实搞清楚。散会吧。希望你明白，我这是在工作。别把工作上的事儿带到家里来，好不好？老彭，你不觉得这事儿有蹊跷？是啊，我也不愿意接受刘克豪是内奸这个事实，我恨不得立刻找到证据给他洗清这个嫌疑。但是现在，我既感到无能为力，又无话可说。来，喝杯水。你觉得这像不像是反间计呢？不可能啊！哎，你想想，如果是反间计，那徐云初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。牺牲鲁宁交代的3个潜伏组，我倒是可以理解，但是让林静的身份也暴露，我觉得这不是徐云初做的。更何况，现在连他自己也进了监狱。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刘克豪是毛泽东奖章的获得者，他是沈阳反特工作的一把手。如果把他给清除了，对沈阳反特工作会造成很大的危害。现在他的隔离审查，对敌侦处等各反特机构造成了很大的震动。
很多基层同志相互间都产生了不信任感，大部分都是刘克豪提拔和训练出的干部，现在对工作都已经有了消极感。我想，这会不会是敌人对我们进行的一种心理攻势呢？刘克豪同志，从你的交代材料上来看，你在沈阳潜伏期间确实没有沟通国民党的协议，但是这只是你个人单方面的证据，空口无凭，有谁能证明？把你进行隔离审查，不是个人的意见，而是整个市政府的决定。现在没有把你关进监狱，已经是最大的优待了。市政府的领导都很爱惜你，才给你这段宝贵的时间。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能够找到证据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。现在最关键的问题，就是要找到证人，来证明你在交代材料上所写的问题全部都是真实可信的。行，你再好好想想吧。谢书记。他可以证明。进来。老彭。啊，李璐。哎，柯豪同志怎么说？事情有转机，谢书记能证明他的清白。好，那就事不宜迟，马上给他打电话。记录：鲁宁死因的检查报告又有了新的结果呀。原来有毒的不是巧克力，而是包装巧克力的锡纸。那上面有一个很难被人发现的显微点，就是那个显微点上的毒药，毒死了鲁宁。既然是谋杀，我建议马上追查。首先要搜查的就是刘克豪的家。如果他真的是摩羯星的话，那他确实有必要杀死鲁宁。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在工作上千万不能感情用事。刘克豪是目前最大的嫌疑犯，搜查必须马上进行。我明白。另外，原先在抓捕林静的问题上，刘克豪一拖再拖，现在看来，他很可能是别有用意。我建议立刻抓捕林静。仔细搜一下。走。报告，有情况。
来晚一步。李璐同志，这儿就咱俩，你跟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信不信刘克豪是叛徒？我们党员干部讲究实事求是，我信不信无关紧要。我不要听这些话，你只要说信还是不信。不信，我也不想相信，但是不得不信。啥叫不得不信？李璐同志，我和你和刘克豪同志在解放前就是在一起并肩作战的。他是啥样的人，别人不知道，难道你跟我还不清楚吗？王一翔同志，这件事情的全部转机都在谢书记身上。明天他就会到沈阳来，到时候真相就会大白了。就怕到时候你会为自己对同志的不信任而感到愧疚。王一翔，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，所以看问题的角度和顾虑也不同。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我宁愿想得简单点。我会努力去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，不会让刘克豪蒙受不白之冤的。我和你一起查。你还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吧。由于刘克豪现在隔离审查，敌侦处内部现在暂时处于混乱之中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们部队刑侦处要接过重担，接过沈阳反特工作。能不乱吗？把抓特务的人当特务抓起来，这反敌特工作啊，不乱才怪。王一翔同志，我现在在跟你说严肃的工作问题，你不要在这闹情绪。你要是不想干，我换人。这样，你回去写一份报告，把你和刘克豪在沈阳潜伏期间发生的每一件事详详细细地写下来。记住，要实事求是，不要有任何疑论。你放心，我写的肯定都是事实，因为在那2年，我在刘克豪同志身上学到的、看到的，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风骨。他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对得起党，对得起人民，对得起毛主席。开快点！谢书记情况怎么样了？生死不明。谁干的？谁干的？一定是敌特。除了他们，还会有谁？看来，确实是敌人的反间计。他们不允许谢书记为刘克豪洗清嫌疑，企图利用我们的手杀死刘克豪。老彭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我冷静不了，整个事情都是因为我。如果我早听你的，谢书记就不用到沈阳来了。老彭，这并不能怪你，你只是按证据办事。从目前来看，不能肯定是敌特所为。我们暂时得到的结论是一起交通事故。不可能，一定是敌特干的。老彭，你先冷静一下，等手术结束后再说，好吗？
谢书记来了没有？还没有。能不能给李路打个电话？对不起，我没有这个权利。哎，哎！李路同志，情况怎么样？正在手术中，有没有生命危险？现在还不知道呢。大夫，情况怎么样？暂时没什么大碍，但是得观察一段时间，因为他的头部受到重击。你们就好好的看着他吧。好，谢谢。是这吗？对，我进去看看。我陪您进去吧。不用了，你们都在外边等着，我和刘克豪单独谈谈。开门。怎么这么长时间呀？不行，我得进去看看去。哎呀，哎，干啥你？别添乱，等不下去你就回去。这谢书记跟老刘好几年没见面了，这当然得多谈一会儿了。以后有的是时间谈，今天晚上把关键问题谈清楚就行了。那局里同志还都等着呢。等啥呀？这肯定没问题了。这不还没确定呢吗？谢书记都来了，还用确定吗？肯定啥事儿没有。哎，我倒希望没问题。哎呀，要不是小警卫员，谢书记，哎，你能不能不说话？行行，我不说还不行吗？哎呀，可惜了小警卫员啊！逮捕他。逮捕谁？刘克豪。谢书记，为啥啊？他谈的那些问题我无法证实。谢书记，王一香，吴刚，送王一香回家。我啊，马上。王一香同志，走吧。我不走。谢书记，我不服。哎呀，走吧。哎，你别拉我！哎呀，你拽我干啥？谢书记，哎，走吧。你别拽我！真的要逮捕刘克豪？对。执行吧。是。
乔中校，你怎么又进来？俺听说你好像在新政府里头当差了。跟上次一样，闹点误会。你怎么样？你也知道，俺只会焖头烧饭做菜，别的事俺从不掺和。解放后，监狱领导见俺大锅饭烧的不错，以前也没犯过错误，就把俺给留下了。来，特地给您开的小灶，红烧肉。俺这还是头一回接到帮人开小灶的通知，看来大领导的心里也知道你是冤枉的。估摸着没几天了，你就能出去了。您还是烟不离口，一天只用1根火柴吧？你就别劝我了，我就这么点爱好。今晚就走吗？火车已经安排好了，经理急着催我回去。谢书记，您看，刘克豪的事情还没有结束，您是不是再多留2天？刘克豪同志的问题不是已经定性了吗？我觉得结论下得太草率了。李璐同志，我很了解你和刘克豪同志之间深厚的同志感情，但是现在证据确凿，刘克豪同志叛党投敌的事实清楚。你现在该做的不是千方百计为他开脱，而是要以他为教训，加强沈阳军管会内部的整风，杜绝此类事件重演。谢书记，您再仔细想想，您是不是忘了
一些什么细节了？李路同志，要注意措辞。我烟虽然抽的多了点儿，但还没老糊涂啊。可是刘克豪他……行了，不要再谈这件事情了。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，就先回去吧。啊。李路同志，我必须好好跟你谈一谈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知道就好。那我长话短说，刘克豪同志是被冤枉的。他是党的功臣，是毛主席奖章的获得者，是沈阳反特的核心，他不可能是叛徒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，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你还没表态呢。你说了一大堆，也没说你到底想干嘛。我表什么态？喂，反正我觉得刘克豪不可能是叛徒。这是你的自由，我干涉不了。你也没有必要跑一趟来告诉我这个。关键是你要让别人相信，你得找出证据。那你到底相不相信刘克豪同志是叛徒？我只相信证据。你回去吧。你不说我就不走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我没法工作。武刚。你是党的干部，刘克豪的事儿，你别瞎掺和。我做不到。刘克豪是我革命的领路人，他受委屈，我心里有疙瘩。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你别犯糊涂。现在有件事我要通知你，组织上决定，由你暂时接替刘克豪的工作，临时担任敌侦处处长。我？对，就是你。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大呀，希望你能够正确引导敌侦处内部人员的情绪，避免因为刘克豪事件影响敌侦处的正常工作。可是现在看，你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。我问你一句，你能不能接受？如果不能接受，赶紧说，我向上级打报告，别人上。我干脆点。行，那还愣着干嘛？工作去吧。是。来一根吗？戒了。我看过你的资料，你以前的烟瘾很大。我为什么戒烟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就不解释了。你已经不是乔天朝了，习惯了。说得好，习惯了。其实，你早就不把自己当成刘克豪了。从解放前沈阳潜伏开始，直到现在，你一直把自己当乔天朝。说话。你以前的烟瘾没这么大，抽
抽烟的动作也没有这么迫不及待。我是在恨你，恨你辜负了党对你的信任，恨你毁掉了自己的前途，恨我自己曾经把你当成朋友。不要问了，我无话可说。说，你是什么时间叛变组织的？为什么要叛变？我没有。你卖了多少情报给台湾？我没有。你的同伙是谁？军管会里还有你们的人吗？我无法回答。好。你可以跟我玩这套拖延时间的把戏，但是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最了解的，我不用你介绍。你既然想顽抗，我陪你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带去。是。别动了。谁让他住这儿的？是军管会下的通知。胡闹！犯人就是犯人，怎么能住这儿呢？今天晚上让他住那边。可是上边有文件。我这就回去，再发一个文件下来。都犯什么糊涂？这牢房快赶上宾馆了。马上把他带回去。是。好。那边飞去。谁过去？你就睡那边吧。
北京，是我，进来吧。买了这么多化妆品啊，北京，现在不比从前了，也太时髦了。顾老，你费心了。为什么要杀他？谁呀？药房伙计。哦，你说的是他呀？那是他自己找死的。我警告过你，不许碰他。手痒呗。怎么着？你还要给他报仇啊？说不准。哎，李静，我今天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刘克豪进去了。怎么不信啊？为什么？说他是叛徒，这回他可有苦头吃喽。没别的事的话，请你出去。林静，我警告你，在沈阳咱们坐的是同一条船，讨厌我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1号交给你的任务，你别忘了。好了，也难怪弟兄们这么恨你。要不是你，弟兄们现在还在外头喝咖啡睡女人呢。